好的，朋友們，世界杯第3輪最好看的一場球，巴西3-0蘇格蘭。那麼提醒大家先點讚再看，如果喜歡的話，歡迎您訂閱。咱們這個頻道適合您上班的時候、下班的時候或者吃飯的時候一個人聽。今天巴西隊一開場就是高位壓迫，蘇格蘭後場是連連失誤，維尼修斯早就已經破門。上半場補時階段，吉馬良斯傳中，維尼修斯再入一球。下半場庫尼亞接到布魯諾的助攻，打進第3個球。而蘇格蘭下半場雖然也有過幾次頭球、定位球，還有禁區內摔倒後想要點球，但沒有改變比分。安切洛蒂的巴西今天排出的首發結構是4-3-3，蘇格蘭則是4-2-3-1。而巴西隊的關鍵不只是前場有明星，而是他們壓迫的觸發點特別好。一旦蘇格蘭的中後衛或者後腰背身接球的時候，巴西前場3人組和中場球員立刻前頂，這個就非常聰明，迫使蘇格蘭球員就只能橫傳、回傳或者處理球不乾淨。這樣的高位壓迫對進攻非常有效，這正是維尼修斯2個進球的來源。再加上布魯諾·吉馬良斯，他是戰術裡最重要的連接點，他既不是單純的後腰，也不是只在禁區前面等球，而是經常進入到中前場右側和中路之間的內部區域，他把球送到維尼修斯或者庫尼亞的腳下。這一點在第3個進球就看得尤其明顯。布魯諾·吉馬良斯進入禁區以後，欺騙性的將球交給了庫尼亞，由庫尼亞破門。而維尼修斯終於在巴西隊開始扛起了大旗。內馬爾逐漸老去，逐漸隱退，未來有維尼修斯，巴西還是那個足球王國。今天他在左路的威脅不是單純的邊路1對1，像帕奎塔把球送到維尼修斯所在左側的內部，這個細節說明巴西不僅是靠邊線的突破，也在反覆的攻擊蘇格蘭右後衛和右中衛之間內部的那個區域。而今天蘇格蘭這邊，他們的4-2-3-1是想讓麥克托米奈和前場的支點之間形成反擊的層次，但實際上卻被巴西的壓迫給徹底打亂了。上半场蘇格蘭很難將球推進到巴西禁區的前沿，簡單說就是缺乏衝擊力。而麥克托米奈在第50分鐘的頭球是第一場比賽麥金進球以後蘇格蘭在世界杯上的第一次射正，其進攻之羸弱可見一斑呀。所以今天的胜负手就是名帥安切洛蒂，他讓巴西用4-3-3这個結構保持了中前場壓迫的強度，再讓布魯諾·吉馬良斯在內部區域和禁區前沿做2次的連接。而蘇格蘭因為後場球員的質量不高，他們出球的質量也不高，沒有辦法用球將麥克托米奈和前場的球員真正連接起來。而維尼修斯對蘇格蘭右路和中後衛這條線的衝擊是整場比賽最清晰的主線。本屆世界杯他連續貢獻進球，已經是巴西在進攻端最穩定的爆點。今天除了贏球之外，老球王內馬爾的回歸是巴西最大的喜訊。第76分鐘他替補庫尼亞登場，出場的時候球場爆發出明顯的歡呼聲，所以安切洛蒂真的懂事，老好人安胖子。他回應了看台上球迷們對內马爾的呼聲，將他派上場去。第90分鐘内馬爾甚至還有一次射門，不過沒有造成真正的威脅。但其實在巴西國內專業的人士仍然在討論是否應該徵召內馬爾，存在明顯的爭論。確實，內馬爾這個身體狀態是不是還能繼續承擔國家隊的責任呢？還是只當個吉祥物呢？那麼這一輪小組賽踢完，這是巴西到本屆世界杯最有說服力的一場比賽。不僅是以頭名晉級，安切洛蒂執教的巴西队真正讓巴西球迷心裡有了底氣。這是一場平平靜靜、從從容容的勝利。那麼出線以後 ，C 組頭名巴西將對陣 F 組的小組第2名，目前是日本隊。而維尼修斯3場比賽制造了6個球，連續3場比賽 MVP。安切洛蒂來了之後，維尼就跟開了光一樣，之前在國家隊8年才進了8個球，但其實前2年呢，從首秀到第2場，整整有2年的斷檔。19年完成首秀，2021年末才是第2次登場。但安胖來巴西之前，維尼在國家队的表現確實一直不好。而咱們安切洛蒂是真的神奇，在他手下就沒有用不好的球星。多說一句冷知識，自2010年卡佩羅率領英格蘭隊闖入世界杯淘汰賽以來，今天的安切洛蒂是首位率隊打進了世界杯淘汰賽的意大利籍主教練，算是意大利足球最後的榮光了。而時隔980天再次代表巴西國家隊出場，內馬爾賽後激動到落淚。他4屆世界杯都有登場，成為了巴西隊史的第4人。
在他前面有賈爾馬、桑托斯，有貝利，有卡福。而大羅納爾多跟迪亞哥·席爾瓦也曾經代表巴西隊4次參加世界杯，但大羅納爾多在1994年沒有出場，迪亞哥·席爾瓦在2010年世界杯沒有出場。今天也是巴西連續15次在世界杯的小組出現，歷史上只有2次小組賽出局，那還是1930年世界杯一次，1982年世界杯一次。不過老 K 覺得巴西如果淘汰賽遇上日本，還真難說誰能晉級。萬一老 K 只是說萬一日本隊把巴西贏了，那才是真正復刻了足球小將漫畫一般的神蹟。目前巴西對陣日本的概率大概60%，對陣荷蘭的概率40%。真要我說呀，打荷蘭都比打日本队更好。嗨，英格蘭0-0戰平加納，這真是一場解決失眠症困擾的比賽。能說什麼呢？只能說加納的巫醫太厲害了，一個人念了幾句咒語就鎖死了哈里凱恩。這一場德國主教練圖赫爾也是讓人大失所望。英格蘭隊長期的控球，但推進到前場卻真正有威脅的射門極少。加納隊大部分時間收縮防線，依靠塞門約和替補阿杜的速度打身後。第86分鐘左右，奧萊利的頭球擊中橫梁，哈里凱恩補射打高了。補時階段，英格蘭隔一的頭球又被門線解圍。這場悶平的比賽真是太醜陋了，完全陷入了加納主帥奎羅斯的陷阱。奎羅斯的第一階段計劃就是要阻擋和挫敗英格蘭的士氣，讓英格蘭找不到自己慣用的解決方案。所以今天加納隊限制了英格蘭的定位球、長的斜傳、邊路的滲透，還有後場的推進。英格蘭隊的問題是控球太多，卻缺乏節奏，穿透力不足。上半場他們完成了104次以進攻3區為終點的成功的傳球，卻沒有一次能射正。這說明當他們把球運到前場，但是在最後一傳，在內部區域的配合以及禁區內的第一點爭搶根本就沒有打開局面。尤其是哈里凱恩被托馬斯·帕爾蒂盯防的呀，根本沒有辦法像平時那樣回撤拿球再後插上。加納隊的托馬斯·帕爾蒂真的是厲害。想一想本賽季如果在阿森納搞不好歐冠決賽就不一樣了。阿爾特塔要擺大巴，他是絕對不能缺少的一環。今天由於加納禁區內的防守異常緊湊，英格蘭隊有不少傳中，但都搶不到第一點，中路傳球也很難打進去。所以英格蘭魔法學院該怎麼說？有反制黑魔法的措施嗎？這一塊得問問過去在曼聯踢過球的博格巴呀。那麼梅西的狀態爆棚，姆巴佩的狀態爆棚，哈蘭德的狀態爆棚， C 羅也進了2個。世界杯開賽前的5大前鋒就只有哈里凱恩上不了桌子了。另外，巴塞羅那剛剛買的安東尼·戈登，這什麼呀？看了10分鐘，老 K 就看不下去，一直跟兒子在那抱怨。一個職業球員，一個能夠賣到巴塞羅那的職業球員，最大的賣點竟然是會折返跑。哎，英格蘭隊趕緊用拉什福德吧。是，老 K 承認，在对折返跑的投入度上，戈登確實比拉什福德更強。但是你想跑，場下去隨便你跑。老 K 看英格蘭隊只想看進球。25歲的安東尼·戈登，我估計呀，總監德科以史為名，就要栽在他身上。而且最新的合同條款已經披露，他的固定轉會費7000萬，還有1000萬歐元的浮動獎金。就這樣一個球員，他能值8000萬？過去看紐卡的比賽，這1年半的老 K 足球新聞，什麼時候吹過戈登啊？還有貝林厄姆，身體是強壯，但在場上那個小技術確實糙。First touch 還有狹窄空間的運球什麼的，沒法看。後插上進球確實是貝林厄姆厲害，但作為中場球星，如果球都拿不住，還怎麼秀操作？轉身看着也慢，速度看着也慢，傳球組織也拖沓，並且沒有持球推進組織的能力。貝林厄姆確實能進球，但是在他沒有進球的時候，總感覺達不到世界級巨星的水平。增了肌肉之後，感覺腳下太沉重，已經很難再看到過去在多特蒙德和皇馬第1個賽季盤帶的那種靈性了，帶球也变得越來越拖沓。相比之下，甚至左路的马杜埃凱還算是最有威脅的了。但是比起法國、葡萄牙、西班牙、巴西的邊路球員，馬杜埃凱，您說能看嗎？就這樣，還是英格蘭隊為數不多的爆點。今天這場球一打完，图赫尔的英格蘭隊，別提了，這次能進8強就算勝利。不過比賽雖然難看，卻吸引到了老 K 最喜歡的美國女演員達達里奧。是的，就是那個達達里奧。不知道的球迷朋友，請打開美劇《偵探》看第2集。達達里奧在人類影史上留下的每一部電影、每一部劇集，那都是我們全人類留在地球、留在整個宇宙最輝煌的記憶。今天達達里奧不僅是現場支持了英格蘭隊，還順便調侃了一把在包廂觀賽的貝克漢姆。
照片上達達里奧很幽默地用2個手指框出了貝克漢姆的位置，讓世界巨星貝克漢姆看起來變得很小很小很小。但貝克漢姆对此似乎欣然接受，還在照片中豎起了大拇指。看來貝克漢姆也認識達達里奧，2個人的關係似乎還很熱絡。大衛，你是有審美觀的。那麼現在想想，圖赫爾將那麼多英格蘭隊的太子都排除在26人名單之外，這真的合適嗎？像今天比賽，2名邊後衛里斯、詹姆斯和斯彭斯完成了橫傳之后就站在原地不動了，這是什麼戰術？這樣做的目的是什麼？根本就沒有創造任何機會呀！在禁區附近完全沒有敏銳度，沒有創造力，沒有過去的英格蘭隊那種聰明的處理球的方式。很明顯，今天這樣的比賽，如果帕爾默還在，雖說不算太強吧，但起碼能夠提供一些球隊現在所缺少的東西。所以這一場並不只是簡單的平局而已，是讓老 K 這個幾十年的英格蘭球迷發現呀，關鍵的時刻英格蘭場上竟然沒有球星。而且不好的消息還傳來，打完了2輪之後，里斯、詹姆斯和賴斯的身體狀況不好。賴斯是一瘸一拐地走出體育場，小腿上還纏着厚厚的繃帶。里斯、詹姆斯也需要接受評估，他過去就有多重傷病史，他的復合情況也將被密切監控。英格蘭是個抽象、諷刺、幽默的國家。今天賴斯在比賽中和自己阿森納的前隊友托馬斯·帕蒂擁抱互致問候，就這還在國內遭到了英國公眾的嚴厲批評。你怎麼能夠跟一個強姦嫌疑犯擁抱致意呢？嘿嘿，所以不愧是玩脫歐的英國民众，老 K 就喜歡這個味兒。最關鍵，托馬斯的事兒到底是真有罪呢，還是被撈女訛詐呢？還是讓我們等一等，明年的法院判決出來了再說，好嗎？對了，還有斯彭斯，熱刺的斯彭斯，在現在這支進攻方面缺乏亮點、缺乏明星的英格蘭，竟然斯彭斯踢得還算可以了。今天對面加納全場最有威脅的一次反擊機會，在戈登沒有卡住人，斯彭斯沒有啟動，而且落後3個身位的情況下，斯彭斯通過自己瞬間的爆發、速度更快的優勢，封堵住了加納潛在的單刀機會。這個球如果沒有他極快的爆發力和速度，還有被打反擊時候反應極快的決策，那英格蘭今天可能1分都拿不走。所以一句話，安東尼·戈登的水貨含量就是整支英格蘭隊的象徵。对了，今天克洛普在接受採訪的時候談到了圖赫爾遭遇平局後輿論的反應。記者問他是否以後會再次執教呢？克洛普鬆了口，他說再看看吧，誰知道呢？老 K 現在最想要的是，如果圖赫爾今年不能拿到好成績，克洛普能不能執教英格蘭，在英格蘭揮揮你的農夫3拳？英格蘭隊真的需要你的搖滾的節奏。好，比賽踢完，賴斯在小組賽的前2輪自己一個人創造出10次射門機會，這是所有球員當中最多的。一個防守型後腰總能送出關鍵性傳球，奈何中前場的4人組不管用，前鋒不進球，作用最後等於0。最後英格蘭全場19腳射門卻顆粒無收。小組賽出線估計問題不大，但到了淘汰賽，任何一輪英格蘭都有可能止步。另外，根據報道，巴塞羅那也曾經試探性地詢問過哈里·凱恩是否願意離開拜仁慕尼黑，希望將他作為鋒線引援目標之一。但是32歲的凱恩已經明確表態，自己在慕尼黑過得非常開心，沒有離開的計劃。對了，今天在英格蘭和加納賽前的環節，只有英格蘭隊員斯彭斯一個人拒絕和加納的中場托馬斯·帕爾特伊握手。值得注意的是，斯彭斯是首位代表英格蘭隊出戰的穆斯林球員。就想問一句，如果英格蘭踢日本，這要和佐野海舟踢，你可咋辦？也不知怎麼地，這一屆英格蘭中前場的4人組太太團，一句話，哈里·凱恩和賴斯，這才是正統的英格蘭人，這才是真正的老實人。那麼冷知識，英格蘭隊是世界杯的平局大師，他們在世界杯已經有23場比賽和對手戰平，是所有球隊當中最多的，而且其中13場比分都是0-0。而德國隊和意大利隊以21场平局並列第2。彩民的天敌英格蘭已經連續4屆大賽在首勝後的第2場都是平局。起初人們都以為加納巫醫的話只是個玩笑，但最後看到凱恩叔叔那個補射打高，我相信英格蘭人都回憶起了那種曾經被支配的恐懼。好，巴拿馬0-1輸給克羅地亞。這一場巴拿馬緊湊的5後衛和中場保護做得特別好，直接把比賽切碎。克羅地亞隊多次嘗試從邊路傳中，或者把球送到佩里西奇這一側，但真正打出來的機會卻很少。比賽的轉折來自中場休息後的調整。第54分鐘，斯塔尼西奇和帕沙利奇在右路打出配合後送出傳中，布基米爾在後點完成終結。
但此後巴拿馬也沒有崩盤，而是持續前壓，他們創造了許多機會，特別是卡洛斯·哈維的頭球被利瓦科維奇撲出，這是下半場最接近扳平的機會。克羅地亞上半場的問題是在中前場缺少禁區內明確的支點，佩里西奇這麼老了，在他這一側有空間，但是傳中經常被巴拿馬的中後衛給頂出來。而中路雖然有莫德里奇，但巴拿馬對自己內部區域和禁區前沿保護得非常緊。上半場克羅地亞幾乎就沒有將控球轉換成高質量的射門，所以達利奇的關鍵調整就是把控球尋找空間改成了禁區內必須要有人終結。布基米爾上場以後，克羅地亞隊在傳中和後點包抄方面終於有了明確的目標。這個替補前鋒是改變比賽解決問題的人，而克羅地亞這支隊全是老將。布基米爾也刷新了克羅地亞隊世界杯最年長進球者的記錄。今天的比賽，偉大的莫德里奇是第200场代表國家隊。賽後，克羅地亞的球員都穿上了黑色紀念的 T 恤 ，T 恤上有莫德里奇的头像和數字200。大家把莫德里奇拋向了空中，但莫德里奇非常的謙遜，完全不太習慣這種聚光燈。他很快就脫下了紀念 T 恤，他不是喜歡這種大型慶祝的人。在他第81分鐘被換下場時，全場的球迷起立鼓掌。而巴拿馬隊雖然輸了，但面對世界強隊也踢出了飢餓感，踢出了自己的精神。賽後場上是冰火兩重天，巴拿馬球員極為痛苦地跪倒在草皮上。主帥克里斯蒂安森憤怒地将皮球一腳踢飛，而克羅地亞隊員們緊緊擁抱在一起。但儘管出局，克里斯蒂安森仍然對巴拿馬這一批弟子的拼搏態度感到無比自豪。世界杯就是如此，曾經的强队克羅地亞已經老得不成樣子，老頭子們真的是跑不動了，不知道下屆大賽還能不能看見克羅地亞的身影。想想最早的普羅辛內斯基、博班，還有潘采夫和薩維切維奇，曾經的3個火槍手，現在分屬於3個國家：克羅地亞、黑山和北馬其頓。當年他們在貝爾格萊德紅星1991年舉起了歐洲冠軍獎杯和豐田杯。當時的統治力在老 K 記憶裡足以和荷蘭3劍客齊名，而屬於莫德里奇的這幫老家伙、老搭檔們，拉基蒂奇、曼朱基奇、布洛佐維奇、佩里西奇、科瓦切奇，他們的職業生涯也到了最後，一不小心一揮手，足球場上就再也看不見了。好的，哥倫比亞1-0戰勝民主剛果。比賽中，穆尼奧斯在第76分鐘打入唯一進球，哥倫比亞2戰全勝。J 羅和路易斯·迪亞斯終於提前進入了32強。比賽的走勢完全是哥倫比亞的圍攻，而民主剛果通過自己低位的防守和門將的發揮，還有零星的反擊硬撐着。轉折在下半場，金特羅替補登場之後，提升了在最後進攻3區傳球的精度。穆尼奧斯從右側的禁區完成射門，折射入網。這一場哥倫比亞的核心思路就是控球壓制，用邊路和內部連續的衝擊，而民主剛果的5後衛和中場屏障讓哥倫比亞很難打透。但問題只是反擊的質量不足，零星的威脅沒有化作終結。今天在場上，路易斯·迪亞斯制造了大量的威脅，下半場連續2次破門都被吹掉，一次是犯規在先，一次是越位。而 J 羅在前場的組織和他的遠射作為牽制，在他最有威脅的一腳被門將撲出來之後被換下。而穆尼奧斯不是哥倫比亞最大牌的球員，但本屆賽事已經連續2場进球，從邊後衛變成哥倫比亞最重要的進攻點。今天比賽中老 K 預告過的民主剛果著名的網紅、著名的球迷姆博拉丁加終於到場了。他每場比賽都會模仿民主刚果的獨立英雄魯蒙巴的雕像。比賽中看着他穿着國旗顏色的服裝，站在凳子上靜止舉着手，他甚至在停車場都受到了球迷們的歡呼。所以最後球雖然輸了，但民主剛果國內的情緒卻並不苛責。哥倫比亞大量的進攻，但長時間就是咬不動民主剛果的門將。另外值得一提，哥倫比亞的女球迷有自己獨特的韻味。我記得《摩登家庭》裡面的女主角也是來自哥倫比亞，對吧？好，這場比賽雖然最後也是1-0，但精彩程度遠甩克羅地亞那場球幾條街。特別是下半場最後20分鐘，真是拼呀！接下來不管哪個世界強隊碰到哥倫比亞，恐怕都得掉層皮。好，瑞士2-1戰勝加拿大。最後以7分拿到 B 組第一，加拿大隊輸球之後只能以小組第2去到洛杉磯踢球，但雖然輸了，仍然是加拿大隊首次進入世界杯淘汰賽。上半場2個隊非常謹慎，總共只有3次射门。真正改變比赛的是下半場的開局，瑞士在第46分鐘由曼贊比右路傳中，魯文巴爾加斯後點破門。第57分鐘恩波洛做球，曼贊比擴大比分。
加拿大只是在第76分鐘由替補球員普罗米斯戴維扳回一城，但补時階段加拿大隊連續制造威脅，最終都被科贝爾化解。這場比賽，瑞士主教練雅金的謀劃確實要點讚，關鍵的勝負手就在中場休息他的布置。這個進球完全是設計出來的。盧卡亞克斯直塞找右側的曼贊比，曼贊比又把球送到後點，巴爾加斯完成終結。雅金賽後還特別表揚了楊克斯，說他雖然被放在自己不熟悉的右後衛位置，但很快找到了自己的感覺。今天的比賽總體是瑞士控球，加拿大打反擊的結構。瑞士真正有效的進攻點在右側內部和後點的包抄。至於加拿大主教練馬什，感覺水平總是算不上世界級名帥吧，首發的選人就有問題。像普羅米斯、戴維、歐斯塔基奧放在替補席，等他們想改變比賽的時候已經太晚。而今天曼贊比是最關鍵的人物，一個進球，一個助攻，創造一次絕对機會，一次關鍵傳球，另外還有3次解圍。他對加拿大右側防線的衝擊非常明顯。而加拿大隊的普羅米斯、戴維是替補席上的騎兵，喬納森·戴維則沒有複製上一場對卡塔爾隊的爆發。今天最重要的是重傷的科內在場上的出現。他雖然在對卡塔爾的時候遭遇了重創，腿部骨折，但本場也坐在替補席支持了球隊。比賽第8分鐘，球迷們舉起了帶有他8號號碼的海報表達支持，主場球迷的支持氛圍也很濃。在普羅米斯戴維進球以後，球迷們持續的高喊 Let's go Canada， 但最後科贝爾的連續撲救，加拿大隊始終沒能追平比分。就這樣，瑞士隊20歲的弗萊堡中場小妖曼贊比又打出了超讚的表現，這個賽季已經是弗萊堡的大腿，而且才20歲，再這樣踢下去很快就能到8000萬身價呀。對了，這屆世界杯因為擴軍，所以有些組的小組第一踢其他組的小組第二，瑞士队这個小組的第一呢，踢其他組的小組第三。當然，本來這個位置是給加拿大安排的，東道主嘛，抽籤你懂的。還有今天比賽前，全世界都覺得這兩個隊會戰平，但最後呢，老 K 喜歡足球就是它的不可預測性，沒有那麼多的陰謀論。熱愛足球的人喜歡的是足球的純粹。好，波黑3-1戰勝卡塔爾，最終積4分，排名小組第3，大概率也能進入淘汰賽。這一場正如波黑主教練巴爾巴雷茲所說，他們確實踢得更主動，必須為勝利而戰。開局之後高位壓迫非常積極，中前場先用遠射和2點球制造壓力，再利用了阿拉伊貝戈維奇的個人能力打開局面。波黑的基礎站位接近4-4-2，他們的進攻特點保持2翼的寬度，爭搶2點球，中場的傳遞非常整潔，在地面對抗和空中對抗明顯佔優。所以波黑並不是靠控球壓死了卡塔爾，而是通過身體對抗2點球，在禁區前沿個人的爆點，還有在防守端的封堵贏了這一場。阿拉伊貝戈維奇就是最關鍵的進攻的出口，他的進球禁區外連續擺脫防守後打入球門右上角，標準的世界波。而卡塔爾主教練洛佩特吉的思路更接近於組織防守快速反擊，上半場依靠阿菲夫的速度在右路和隊友取得聯繫制造機會，而下半場波黑並沒有持續壓上，反而在換人以後更重視對防線的保護，卡塔爾進入前場的次數增加，但波黑有21次解圍5次封堵，卡塔爾最終缺少最後一傳和最後終結的質量。今天比賽結束之後，40多歲的澤科擁抱了工作人員，他仍然是這支球隊的精神軸心，但被換下場的時候非常不滿，還扔了水瓶。今天的比賽雖然是波黑3-1，但 XG 並不高，波黑的 XG 0.65，卡塔爾 0.75， 卡塔爾甚至有3次重大的機會，波黑只有1次，說明最後波黑隊是贏在了效率。另外，今天老將澤科，他代表的是2014年那一批把波黑帶上了世界杯舞台的球員，而今天發揮出色的18歲的阿拉伊貝戈維奇出生在德國，屬於波黑的僑民新一代，他也會是波黑隊未來10年的核心。對了，卡塔爾的中場球員馬迪博，因為在對加拿大那一戰，國際足聯紀律委員會認為他嚴重犯規，所以追加停賽，給了他5場停賽。這件事在賽前直接影響了卡塔爾的排兵布陣。最後老 K 還是覺得卡塔爾踢球打得太軟，這也是西亞球隊的通病，有技術傳接配合也可以，就是沒有血性，不像日本韓國踢球看上去拼搶更積極，國家榮譽感更強，這一點西亞完全比不了。這次世界杯特別是非洲隊、美洲隊，足球就是高速的高強度對抗，作風如果不硬朗，沒有身體對抗，那麼技術再好也沒有用。好，另外一場摩洛哥4-2戰勝海地，
這場球的重要性在於摩洛哥需要勝利，並且要爭取多的淨勝球，想和巴西競爭小組頭名，但最終還是同積7分，因為淨勝球的劣勢小組第2。海地隊則3戰皆負出局，這也是他們時隔52年重返世界杯後的最後一戰。不過這場比賽可不是單向的碾壓，而是一場非常混亂、非常開放、情緒也很強烈的4-2。摩洛哥主教練瓦赫比加入了額外的一名中鋒埃爾卡比，並且做出了4次調整。摩洛哥想增加在对方禁区內的人數和進攻的強度，他們排出的陣型4-2-3-1，海地則是4-4-2。摩洛哥右路的哈吉米承擔了非常重的进攻任務，他不僅自己進球，還在右路回做助攻了塞巴里，之後又通過角球和在右側的進攻不斷給對方制造壓力。而海地的思路絕不是單純的死守，他們在無球階段收縮陣型，一旦拿到球，很快就找邊路和前場的纵深。海地真正打通了摩洛哥，不是靠長時間的控球，就是邊路推進之後打快速反擊。而摩洛哥上半场的問題在於攻得太急了，攻防轉換的時候給了海地攻擊自己內部和邊中衛身後的機會，再加上海地打反擊打得非常尖銳，好在許多次推進都被摩洛哥的後衛或者阿姆拉巴特給攔下。真正改變比賽還是摩洛哥队下半场第71分鐘的換人，調整之後摩洛哥在禁區內和底線附近的衝擊就更加的直接。而關鍵球員方面，哈基米無疑是今天最核心的戰術支點。摩洛哥全場22次射門11次射正，而哈基米就是其中最有存在感的球員。而对方38岁的老门将普拉西德則非常的有戏剧性，這是他15年國家隊生涯的最後一場比賽，先後撲出了埃爾卡比和哈基米的機會，但隨後撲球不遠，給了哈基米補射扳平的機會。所以他既是今天前半段能夠撐住局面的關鍵人物，但也是第一個失球的直接責任人。海地一方面，伊西多爾是他們最亮眼的攻擊點，他讓摩洛哥在上半場承受了巨大的壓力，而拉希米是比賽後段的決定性替補，正是他的替補登場10分鐘後的破門，隨後又助攻，讓整個球場最終的氣氛變成了摩洛哥式的狂歡。還有阿姆拉巴特，他的作用虽然不如進攻球員那麼顯眼，但是對摩洛哥控制比賽非常關鍵和重要，把他放在後防線前保護4後衛，那麼在海地反擊的時候，他經常有關鍵性的攔截。那麼到現在，摩洛哥已經成為世界杯歷史上贏球場次和进球數都最多的非洲球队。他們第7次參加世界杯正賽，26場世界杯正賽，一共7勝8平11負，打入26球，丟了30個球，超過了加納和尼日利亞。上屆世界杯淘汰了葡萄牙，還最終拿到了殿军第4名。摩洛哥已經算一支歐洲準一流的強隊，而且本身位置離歐洲也近，就隔個地中海。但接下來不是碰荷蘭就是碰日本，想進16強也悬。還有3場小組賽，塞巴里場場破門，同組的維尼修斯也有這個成就。所以除了屢屢進球的4大天王還有哈里凱恩之外，這屆世界杯在鋒線方面也是百花齊放。但本屆世界杯老 K 真正喜歡的還是像庫拉索、海地這樣的弱隊，這種所謂的魚腩球隊。但是當你看了他們的比賽，看了納松的替補帽子戲法，還有普拉西德的高阶低擋，你就會覺得世界杯的決赛圈真的需要這樣的童話故事，需要這樣的灰姑娘。下一個世界杯週期，納松、阿德、普拉西德大概率已經退役，不知道2030年還能不能見到海地隊在世界杯上展現自己。但是正是這個小小的足球，這麼微不足道的3場足球賽，我相信已經給海地這個飽受苦難的國家帶去了許多的歡樂和慰藉。世界杯儘管強弱分明，但對幾乎所有的球員來說，從他們小時候就做着那個要去參加世界杯的夢想，到最後真正的實現，一輩子也許就這麼一次機會，可以跟真正的世界頂級球星去較量、去交手，代表國家去拼搏。什麼是人生的意義？什麼是過程比結果更重要呢？所以感謝大家对老 K 这個節目的支持，喜歡的話歡迎您點讚訂閱。這裡是老 K 足球新聞，一個有溫度的足球頻道，讓我們明天再見。